大家好，我是 Klaus。首先祝各位圣诞节快乐。今天这期节目先分享一下圣诞节的历史和由来，之后深度探讨中国抵制洋节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，回答文化的传播和继承的问题。请跟我们看到最后哦，谢谢。简单的来说，圣诞节的由来很多人都知道，是纪念耶稣基督的诞辰。当然这是最基本的知识，但是这也不完全正确。圣诞节的历史也不止这么简单。在耶稣诞生以前的几百年，人类历史就已经有了很多在冬季庆祝的节日。在北欧的国家里，在12月底的冬至左右，人们庆祝一个叫幼儿的节日。人们会砍伐常青树，搬到家里来纪念生命的繁茂，点燃木材，围绕篝火举行宴会，庆祝活动最长可达12天。其他大部分的欧洲国家也都有在12月底庆祝的传统，因为在这个一年最寒冷的时候，人们不再从事耕种，家畜也缺少食物，同时呢，酒肉也容易存放。在古罗马，人们在冬至的前1个星期左右开始类似的庆祝，称为农神节。人们杀猪宰羊，把酒言欢，来纪念农业之神。在差不多时间的12月25日，这一天是太阳神的诞辰，被上层古罗马人认为是最神圣的一天。在公元1世纪之后，基督教开始影响欧洲，但是圣经里面并没有明确记载耶稣的诞辰，所以在公元4世纪，官方教会根据纪念太阳神诞辰的传统，把12月25日定为了耶稣的诞辰。虽然有很多人认为耶稣的诞辰应该是在春天，因为根据圣经的描述，耶稣出生在牧羊的时节，但是从此圣诞节就定在了12月25日的这一天。所以说，圣诞节在本质上是由欧洲传统的冬至节和农神节演变而来，这就是圣诞节的由来。那么圣诞老人又是怎么来的呢？在公元3世纪左右，一个土耳其主教尼古拉斯在生前匿名的从窗户给穷人扔金币，在他死后，人们为了纪念他，在他逝世的12月6日，人们开始互赠礼物，孩子也会收到来自大人的礼物。在荷兰，人们称呼尼古拉斯为 Santa Claus。 后来荷兰人把这一传统带到了美洲新大陆。1822年，一位名叫 Clement Clark Moore 的神学教授写了一首诗，根据尼古拉斯的故事改编了一位圣人 Santa Claus 驾着路车从烟囱进入给孩子送礼物的形象。之后在1863年，漫画家 Thomas Nast 第一次创作了圣诞老人的漫画形象，一位肥胖慈祥留着大胡子的形象从此诞生。后来在经过不断的商业运作之后，送礼物的 Santa Claus 就和圣诞节结合到了一起，成为了圣诞节鼓励人们消费送礼的一部分。在中国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，圣诞节慢慢的传入了中国，特别是受到了年轻人的欢迎。圣诞节的互赠礼物让青年男女可以借此表达好感，而中国的很多年轻人也愿意把所有的节日都过成情人节。圣诞节作为西方最重要的节日，也是在中国庆祝最多的外国节日。但是最近这些年，中国出现了很多抵制圣诞节的运动，多地出现了有组织的抗议活动，还有地方政府机构禁止商家做庆祝圣诞的宣传活动，还有的学校禁止学生庆祝圣诞节。最简单直接的来讲，抵制圣诞节这件事是很愚蠢的。圣诞节是为了纪念耶稣的诞辰，而耶稣的诞辰也把世界历史分成了2个部分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公元前和公元后。比如现在是公元2020年，也就是耶稣诞辰后的2020年。如果中国要抵制圣诞节，那也应该把这个国际通用的公元纪年法一并禁掉才对。有人说抵制洋节是一种文化自卑，这种说法很直接，因为你是害怕才会抵制嘛。如果你不怕它带来的影响，那就不需要抵制了。但是抵制洋节的背后却不是那么简单。说到文化自卑，我相信大部分中国人都不知道什么是文化，老百姓只关心衣食住行，有几个人能回答出来文化的定义？过不过圣诞节本来就是一种选择，又不是强制的，喜欢的就过，不喜欢的就不过，这是一种个人喜好。但是让别人不过，这就不是一种个人行为了。没有那么多人吃饱了没事干的，背后一定有国家政策和舆论的引导。这种抵制外来文化的行为一定是国家的行为，
是可以上升到国家层面的意识形态的一种反应。中国对外来文化的态度是和中国的对外开放的程度一致的。在近些年中国收紧对外开放之后，这种有组织、有规模的抵制洋节才开始出现。这背后其实是中共当局为了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缩影。民族主义是专制和独裁的基础，越是独裁的国家，民族主义的情绪就越兴盛。一个文化越开放的地方，就越难实行专制和独裁。民族主义就是把一切都划分界限，用城墙把自己围起来，外面的都是敌人。所以民族主义的本身就是和文化有本质的矛盾，因为文化本来就是没有界限的，文化的本身就不分你的还是我的。如果说圣诞节是西方的节日，可是西方也不只有一个国家呀。圣诞节是从古罗马农神节来的，那是不是其他国家都不能庆祝？同样的，中国的春节在包括日韩在内的很多东南亚各国庆祝，那是不是中国人也支持他们抵制中国春节呢？而且阿拉伯数字也不是中国的，汽车和飞机也都不是中国人发明的，是不是都应该抵制呢？另外，文化的本身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，文化也不属于任何特定的地区和人民。就像圣诞节发展到今天，经历了北欧、罗马、荷兰，后来又到了美国，现在圣诞节进入了中国，融入了中国的元素，已经变成了中国的东西。正如香港演员徐锦江表示，就像中国人在平安夜送苹果来祝福平安一样，到了中国的圣诞节就已经有了中国的特色。文化本来就没有界限，在发展和继承的过程中也是不断变化的。圣诞节是一种文化，而文化是属于全人类的。那么所谓的抵制洋节到底是在抵制什么呢？所以抵制圣诞节的目的不在于抵制，不是在对外，而是在对内，是为了煽动民族主义情绪，不只是让中国的围墙更高，而是让每个中国人心中都竖起一座墙。好了，下面进入网友互动环节。上一期节目，我们分析了民主和专制体制下对待底层人民的不同。网友宽看六说，难怪孟公主不愿意回来停电的话，孟公主就享受不到加拿大的奢侈生活了。网友何栋说，这个你真错了，就算停电，他家也不会停。网友 CC 华说，最恶心的名言，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些什么，而是问你为国家做了些什么。这句话来自美国的肯尼迪总统。网友地主回复说，其实这句话被断章取义了。肯尼迪的后半句说，全世界的公民们，不要问美国将为你们做些什么，而要问我们共同能为人类的自由做些什么。背景也很重要，他是在冷战时期发表的捍卫自由的演说。那一句话的字面意思和他整篇演讲的意思相差甚远。好了，本次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点赞、订阅、留言和分享。我是 Klaus， 我们下次再见。